第86章，响指，西区格林公园街。嘴巴周围已有一圈较浅胡须的克莱恩，戴着金边眼镜，拿着半高礼帽和黑色手杖，跟在洛哥卡罗曼的身侧，进入了宽敞而明亮的客厅。这里的天花板吊着一盏巨大的水晶灯，墙上、拐角、桌面则装饰着各种金色的浮雕和饰品，整体显得华丽、精致、奢侈。不愧是珠宝商人，住在西区的珠宝商人。克莱恩扫过旁边的几幅油画，暗自感叹了一句。洛哥每走一步，身上的肥肉都会抖动一下，让人总会恶意的猜测他的衣服和裤子什么时候会崩裂。但很显然，作为一名珠宝商人，他有足够的金钱购买质量最好的衣物。莫里亚蒂侦探，这就是我的孩子亚特鲁。洛哥停在地毯的边缘，指着坐在单人沙发上的15、16岁男孩道。因为房屋内每一处壁炉都已经被点燃，又有金属管道传输热量，所以客厅相当的温暖，弄得克莱恩都想脱到只剩一件衬衣和一条长裤，但是那男孩却裹着厚厚的皮毛大衣，腿上还盖了一条看起来就很热的毛毯。此时此刻，他正低着脑袋，紧紧的环抱住自己，不断的瑟瑟发抖，深蓝色的头发似乎也失去了光泽。洛哥忧虑的看了一眼，低声喊道：亚特鲁，这是今明2天负责保护你的莫里亚蒂侦探。听到这句话，亚特鲁抬起脑袋，露出了苍白的脸孔，发青的嘴唇和没有焦点的双眼。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他们要杀了我，他们要杀了我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尖，到了最后竟用双手捂住耳朵，大声嘶喊。好几秒之后，他才渐渐平复下来。而这个过程中，克莱恩已轻叩牙齿，悄然开启了灵视。他忍住了窜到嘴边的诧异，又仔仔细细审视了2眼。他看见亚特鲁的气场颜色染上了深黑带绿的光泽，这是有怨魂幽影缠身，甚至附体的表征。亚特鲁的坏朋友们已经在报复他，或者根本没有所谓的坏朋友。他遇上怨魂，出现幻觉了。克莱恩悄然伸手握住阿兹克先生那枚铜哨，并蔓延出了灵性，然后他若有所思地移开视线，望向客厅内的其他人。靠近凸肚窗的位置站着位穿黑色外套的男子，他魁梧高大，不苟言笑，腰间胀鼓鼓的，似乎藏着一把手枪。这应该就是6位安保人员之一。克莱恩刚要打量另外的人，洛哥卡罗曼已介绍道：卡斯兰纳侦探，他的助手利迪亚·斯图亚特侦探。说到这里，洛哥半转身体，指着克莱恩道：这位是夏洛克·莫里亚蒂侦探卡斯兰纳，30来岁，黑发蓝眼，眉毛浓密。她年轻的时候似乎是位不错的美人，但现在却因为两颊肌肉略微下垂等问题，看起来不太好相处。她的助手莉迪亚则是个红发女士，20来岁，身材极好，长相倒是颇为一般。这2位女士都穿着类似贵族骑手服的衣物，收腰的白色衬衣配较为贴身便于行动的长裤，只在衣领袖口有百褶造型与男性区别。另外，他们毫不遮掩地将2只左轮别在了腰间，这让克莱恩想到了约尔根律师的一句话，那就是对私家侦探来说，非法持枪是一查就准的问题。以全类武器使用证的获得难度，不是贵族，不是议员，不是政府高级雇员，很难将它申请下来。斯图亚特坐在卡斯兰纳和莉迪亚的对面，脸庞没什么肉，却长着大片的胡须，那双浅绿色的眼眸异常有神。他和莉迪亚的年纪应该差不多，身高则接近克莱恩，1米7出头，体重140磅的样子。斯图亚特有个腋下枪袋，里面装着明显是特制的左轮手枪。互相之间矜持地问了下好后，克莱恩脱掉外套，摘下帽子，递给旁边的女仆道：放在我可以很快拿到的地方，里面有些重要物品。其实他早已将纸人、便签、符咒、火柴盒等转移到裤兜内，外套里面只得草药粉末、纯露精华和钱包钥匙，以及钱包里那206磅纸币。斯图亚特坐在那里，侧头打量了克莱恩几眼，呵呵笑道：你没带枪？枪，这就是我的枪。克莱恩笑着举起了手杖。与此同时，他鼓起腮帮，模拟发音。砰！一声枪响豁然传出，斯图亚特想都没想就前翻下滚，卡斯兰纳和莉迪亚则迅速离开沙发，各自找了个地方躲避。洛哥和旁边的仆人又惊讶又茫然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亚特鲁依旧低着脑袋，瑟瑟发抖。
等看清楚克莱恩手里只拿着一根黑色手杖，明白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后，卡斯兰娜等人才恢复镇定，同时皱眉问道：刚才是怎么回事？自从我捡到一把手枪上交，我就在学习模拟发生的技巧，看起来效果还不错。克莱恩半开玩笑的回答。这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莫里亚蒂侦探卡斯兰那沉声说了一句：我只是想给你们表演下魔术。克莱恩吐槽一句，将手杖交给女仆，郑重点头道：我会注意的。刚才最狼狈的斯图亚特却没什么生气的表现，饶有兴致的拍了拍衣物，起身问道：莫里亚蒂先生，我怎么没听说过你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在侦探这行认识不少人，但以前却不知道你。我9月初才到贝克兰德。克莱恩略略解释了一句。这样啊，斯图亚特笑道：今晚我们2个人一组，负责凌晨到明天早上，没问题吧？没有。克莱恩以同样的笑容回应。好的，等用过晚餐，你们就去休息，然后凌晨轮换。卡斯兰娜在旁边补充了一句。克莱恩深深的望了埋头颤抖的亚特鲁一眼，认真点了下头。整个下午都没有事情发生。担忧的男女主人为侦探先生和安保人员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但不含酒精饮料。吃饱喝足，克莱恩与脸上有络腮胡的年轻男士斯图亚特一块往属于他们的2楼客房走去。眼见四下无人，斯图亚特摇了摇脑袋，开口说道：夏洛克，你应该已经看见了，亚特鲁的问题不是有人要报复他兄弟，你很自来熟吗？克莱恩表情不见变化的反问道。怎么说？他的样子就像精神出了问题，或是按照乡下的说法，被鬼魂邪灵缠上了。坦白的讲，我很害怕这个。斯图亚特叹息道，卡罗曼先生应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，如果还没有用，就找风暴之主的教室，让他们洒圣水，做一试。你可以向他提出这个建议。克莱恩中肯的说道。过2天，如果亚特鲁还没有好转，我会考虑的。斯图亚特侧头望了克莱恩一眼。克莱恩笑笑道，这是你们的事情，我明天就结束委托了。这时2人到达了目的地，分别进入了自己的房间。凌晨1点，亚特鲁的卧室内，克莱恩坐在摇椅上，握住阿兹克铜哨，安静的看着被保护者。斯图亚特则于书桌位置喝着咖啡，2人没有说话，怕惊醒好不容易睡着的亚特鲁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房间内忽然有一阵阴冷之意卷过，亚特鲁或地坐起，睁开了双眼。怎么了？斯图亚特略有些紧张的问道。去盥洗室。亚特鲁声音低沉而飘忽的回答，他的脸色似乎更苍白了，嘴唇愈发青紫。斯图亚特刚要说话，就看见夏洛克·莫里亚蒂站了起来，对自己颔首道：我跟着他。好。斯图亚特暗中松了口气。克莱恩双手插兜，落后一步地走在亚特鲁的身旁，跟随他来到2个房间外的盥洗室门口。亚特鲁刚要随手关门，忽然看见一道人影闪了进来。我不能让你脱离我的视线。呵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当我不存在。克莱恩笑着依靠到了墙角。亚特鲁保持着沉默，目光没有焦距般的扫过，望向了洗漱镜。他拧开龙头，任由水流哗啦啦流下。这个时候，克莱恩掏出一盒火柴，唰的点燃了一根，似乎想要抽烟，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，轻吹了口气，让火柴转入熄灭的状态。啪！克莱恩随意将那根火柴丢到身前，重新拿出了一件物品。背对着他的亚特鲁突然笔挺了身姿，镜中的人影苍白到如同死尸。盥洗室内阴风呼啸，亚特鲁腰不动腿不移，直接就那样转了过来，目光死死地盯着克莱恩的左手，盯着那枚不断被上抛又接住的精致铜哨。一阵冷风猛然吹向了克莱恩的面门，他微笑不变，啪的打了个响指。轰然之间，一道火焰从地上腾起，点燃了无形的人影。那人影只是挣扎了2下就彻底消散，火焰随之熄灭。克莱恩收起手中的阿兹克铜哨，平和地看向眼睛逐渐有了焦距的亚特鲁。亚特鲁似乎做了一场漫长的噩梦，此时终于清醒了过来。他茫然地看到几步外站着位穿白色衬衣、深色长裤、戴金边眼镜的年轻男子，看到对方正倚着墙壁，噙着微笑。然后他听见了一道温和的声音：你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？第87章05。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？亚特鲁低声默念着这个问题，竟回忆不起最近几天自己做过什么。他梦游般的环顾一圈，害怕、
惶恐迷茫地问道：你是谁？这是哪里？这是你家的盥洗室，难道你认不出来吗？我是负责保护你的私家侦探克莱恩。看着对面还未弄清楚状况的大男孩，低笑一声道：我家保护我的侦探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亚特鲁愕然四望，呢喃自语。突然他停顿下来，本就苍白的脸色染上了难以掩饰的恐惧。也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，真的有鬼魂。他的声音颇为颤抖，但克莱恩却听出了害怕、兴奋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，而这和呈现的情绪颜色完全吻合。兴奋，这是一个为了寻求刺激故意招惹怨魂的男孩，真是年轻胆大不怕死啊！克莱恩初步做出了一个猜测，表面却迷惑的反问道：鬼魂？成为魔术师后，他的灵视又略有提升，但幅度不大，依然无法看见以太体深处心灵体表面，无法借此判断目标是否为非凡者。亚特鲁苍白的脸色忽然有些涨红。是的，鬼魂。他挥舞着手臂，补充道：在我们的感官之外，还有更为广阔的世界。真的，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点。这台词果然是青春期少年，但类似的话语我好像在哪里看见过。克莱恩笑笑道：我更相信另外一句话，在比古老更古老的时光面前，哪怕死亡本身也会消逝不等。亚特鲁再说，他掏出金壳怀表，按开看了一眼道：所以你究竟是怎么把自己弄成之前那个样子的？就像一个精神崩溃的患者。亚特鲁偏头思索了几秒道：我加入了一个社团，这不是普通的社团，我们都相信死亡不是终点，利用秘器甚至能直观的感悟到死亡，明白一切都是可以扭转过来的。是的，我们认为死人是可以复活的。才从坟墓里爬出来一个多月的克莱恩干笑两声道：你们在尝试着复活死人，死亡不是终点，感官之外的世界，一切都可以扭转。秘器感悟，这不就是灵教团的教义吗？这都是为复活死神创造出来的。他有所恍然的在心里自语了几句。亚特鲁眼睛发亮，却难掩恐惧地点头。你们的尸体从哪里弄来的？克莱恩追问道。我们会偷偷挖坟，刚埋没多久的，或者从医院买。亚特鲁回忆着说道。果然是会被送进监狱的罪行，难怪洛格卡罗曼不想报警，玩的可真大胆啊。克莱恩保持着温和的笑容，转而问道：那你们有成功吗？还没有。那次聚会上，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具死尸，似乎在想哪个位置可以安放对应的秘器。接着我们跳灵舞，沟通感官之外的世界。后来我就没有记忆了。亚特鲁的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了起来。灵舞，真是灵教团啊，这家伙成了同伴的试验品。克莱恩微皱眉头的问道。从那之后，你的记忆就到现在了。根据职业者内部资料记载，灵舞来源于古老的祭祀舞蹈，流行于南大陆，是死神钟爱的仪式方法。灵舞是用节奏、韵律、动作来调和灵性，使它与自然环境、与祈求的对象产生一定的交互，再结合简单的祭台布置和相应的尊名，达到较为复杂的仪式魔法的效果。亚特鲁低低回应，忽然抬头，今天周几了？现在几点？周五凌晨1点12分。克莱恩凭着刚才的记忆回答。亚特鲁下意识吸了口气道：我错过新一次的聚会了。他们每周周五的凌晨3点会在格林墓园外面举行复活仪式。格林墓园因与格林公园街相距不远而得名。你还想去？你忘记这段时间的遭遇了吗？你确实不记得，但你该问问你的父亲、母亲和仆人。克莱恩提醒了眼前的少年一句。而且我未必还能帮助到你。他在心里默默补充道。经过这次的事情，他又发现了魔术师的一个短板，那就是缺乏对付怨魂幽影类生物的能力。只有操纵火焰可以算，在对方附身人类后，驱除和净化更是成为了难题，除非打算连人带鬼一起干掉。当然，克莱恩在这方面也不是全无办法，他可以布置仪式魔法来完成类似的事情，但那会非常麻烦，很容易暴露自身，不适合实战。经过思考，他最终选择用阿兹克铜哨将怨魂诱出来，然后操纵火焰完成净化。但这种伤害的程度并不高，要是遇上厉害点的怨魂，也许就解决不掉了。我还缺对付死灵类生物的物品或符咒，要是有封印物30782那枚变异的太阳圣灰就好了。克莱恩的思绪短暂有所发散。
亚特鲁一下想起了记忆的缺失，脸色再次苍白下来，站立着回答道：不，我不想去了，我再也不想去了。很好，克莱恩微笑赞扬了一句。亚特鲁看着他不含半点恐惧的脸庞，下意识问了一句：我说了那么多，你都不害怕吗？克莱恩不再依靠墙壁，慢慢站直身体，语气轻松地回答道：对一名侦探来说，除非有确切的证据，否则宁愿不相信。说完，他开门往外面走去，想着要不要接触下灵教团，毕竟这可能涉及阿兹克先生的身世之谜。亚特鲁呆滞地望着眼前私家侦探的背影，好一会儿才发现盥洗室除了自己已空无一人，而外面月光昏暗，照得里间隐隐绰绰，如有无形的事物在潜伏，在注视。他猛地打了个寒战，忙喊了一声：等等我。说话间，亚特鲁加快脚步，冲出了盥洗室，紧紧跟随在克莱恩身后。知道后怕，知道畏惧，还有救。克莱恩咕哝了一句，双手插入了裤兜。返回卧室后，斯图亚特并未发现亚特鲁已经好转，依旧被自己想象的鬼故事吓得满脸凝重，不敢乱走。等到亚特鲁再次睡着，克莱恩拿出一枚铜便士，让他在指缝间旋转徘徊。当时间接近2点50分，他抛了下硬币，并稳稳接住，然后站了起来，低声对斯图亚特道：我去阳台抽根烟，快一点。斯图亚特有些紧绷地叮嘱了一句。克莱恩穿上了自己的长礼服，慢悠悠出门，来到走廊尽头的阳台，藏入了阴影里。然后他掏出了一个剪裁的相对粗陋的纸人，啪！克莱恩猛抖手腕，抖得纸张发出脆响，抖得他迅速膨胀，化身为人。那个假人与克莱恩一般高低，五官完全一致，衣着更是没有区别，远远望去就像一尊精雕细刻的仿真蜡像。这是纸人替身术的其中一种应用。紧跟着，克莱恩凝聚好精神，右手握拳，在身上轻敲了一下，无声无息间，那假人有了活着的感觉，嘴上还叼了一根头部发红的卷烟，烟草的香味弥漫而出。以假人为平一，这幻境能维持半个小时，真是魔术师啊！克莱恩戴上手套，一按一撑，隐蔽的滑下了阳台，避开了巡视的安保人员。格林墓园外一处僻静的树林内，克莱恩站在树冠中，眺望着不远处相对开阔平坦的地方。他的身边是常绿的树叶和褐色的树枝，但它们表面都沾染上了灰白的尘埃。克莱恩视线所及处，7、8个穿黑色长袍的少年男女正围着一具尸体跳着略有点抽搐、略有点癫狂的奇怪舞蹈。那舞蹈节奏感十足，似乎带着某种神秘的味道。少女甩动长发，男孩跪地伸手，这一幕幕场景与周围的环境间隐约有了微妙的联系，那是自然的韵律。他们跳了3、4分钟后，周围10来米范围内的一切事物全部染上了狂放迷乱的气质，氛围逐渐邪异，并夹杂着几分神圣。确实是灵舞，哪怕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仪式魔法。克莱恩移开视线，望向尸体侧方正埋头诵念咒文的黑袍男子，刚才就是他在指导那些少男少女怎么跳灵舞，应该是灵教团的成员，大概率为非凡者。克莱恩微不可见颔首，打算先旁观下对方怎么举行复活仪式。这时舞蹈进入了高潮，那名成年的黑袍男子抬起脑袋，取下假发，露出铭刻在光头上的几处诡异刺青。他双手上举，高呼道：死神，尊敬的死神，即将归来。他喊完之后，舞蹈停止，那7、8个少年男女各站一方，表情既迷离又期待，既亢奋又畏惧。紧接着，黑袍男子弯下腰，打开了脚旁的铁笼，从里面爆出了一团黑色的事物。克莱恩凝神望去，发现那是一只闭眼黑猫。这也行？他明显愣了一下，忽然想到了有关黑猫的种种民俗传说，比如象征邪异、象征地狱使者的黑猫跳过尸体后，那具死尸将被唤醒。克莱恩这还是第一次见人在仪式里使用类似的方法。黑袍男子上前一步，制止住怀里黑猫的竭力挣扎，将它抛向了那具尸体。喵呜！那只通体漆黑的猫炸开毛发，大声叫喊，越过了死尸。这一刻，克莱恩觉得自己听懂了对方的猫语，他相信对方肯定在说3个字 MMP。 第88章唤醒。喵呜！黑猫的叫声回荡在了被僻静树林包围着的开阔地上，无论是成年的黑袍男子，
还是只得15、16岁的少年男女们，都同时将目光投向了躺于中央的那具死尸。一阵阴冷的寒风吹过，黑猫落到地面，死死盯住刚才将它扔出去的人类，不断横扫着尾巴。突然之间，它的毛发又一次炸开，然后双脚用力跃了起来，往着另一个方向飞快奔逃。可惜他做的这一切并未引来丝毫关注，在场的人类皆目光专注地望着一动不动的尸体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那具死尸并没有发生任何值得期待的变化。又失败了吗？一个少年靠拢过去，蹲了下来，用手指戳着死尸的皮肤。没反应，他半转身体，对黑袍男子和其他同伴们说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感觉一阵风由下往上的吹到了自己的脸上，唰的一下，那具死尸坐了起来。少年吓了一跳，旋即惊喜的欢呼道：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他话音未落，那具死尸突然就抓住他的肩膀，将他按到了自己怀里，然后张开嘴巴咬了下去，咬出了噗的声音，咬得鲜血横流。啊！救命！少年惊恐惨叫，用尽全身力气往后，却无法挣脱。死尸抬起脑袋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以及挂在牙缝间的碎肉和顺着嘴巴流淌的血液。黑袍男子先是一怔，旋即拿出一枚黄铜色泽的哨子，含在嘴里吹了一下，接着他用赫密斯语道：我以死神的名义命令你。声音回荡之中，那具死尸停止了啃咬，短暂竟僵硬在了原地。脖子和肩膀被咬得血肉模糊的少年同样瘫软于那里，似乎失去了灵魂，下身位置的泥土则一片湿润。真的可以！黑袍男子惊喜低语，指着死尸，再次用赫密斯语道：起身！死尸猛然站起，然后甩开膀子，噔噔噔跑向僻静树林的深处。回来！黑袍男子惊讶高呼，却未发现死尸有停顿的迹象。他忙又吹了声哨子，威严深重的喊道：我以死神的名义命令你回来。伴随着他的话语，死尸的背影消失在了树木掩映中。我让你回来！黑袍男子呆愣在了原地，傻傻自语。树林内，克莱恩一手握着阿兹克铜哨和火柴盒，一手不断点燃火柴，又抖腕甩灭，扔于地上。这个过程里，他以绕弧形的方式向后退着。噔噔噔，脸色清白、恶臭四溢的死尸冲了过来，没有神采的眼睛直直盯着那枚古老而精致的铜哨。克莱恩边后退边鼓起腮帮，瞄准死尸，模拟出声音：砰！死尸豁然摇晃了一下，胸口位置出现了一个贯穿伤。砰！克莱恩再次鼓腮吐气，打出了一枚空气弹。噗！死尸的脑袋破碎了小半，里面有腐烂的液体不断往下滴落，但是这对他而言并非致命伤，噔噔噔的奔跑只是稍有停滞。就再次出现，见此情状，克莱恩退后一步，打了个响声。啪！一道明亮的火焰从地面腾起，正好笼罩住了那具死尸，点燃了他的外衣。噔噔噔，死尸冲过火焰，继续前行，宛若疯牛。啪啪啪！克莱恩连打响指，让地面腾起了一道又一道赤色的火焰。死尸没有疼痛感的冲过了这些火焰，身体逐渐开始燃烧，且越来越剧烈，给人一种蜡烛在融化的诡异感受。终于，变成了火把的死尸冲到了克莱恩身前，一爪抓向了对方。与此同时，一道火焰腾了起来，将他和克莱恩同时包裹。死尸抓住了克莱恩的肩膀，但却只捏出崩散的火星。克莱恩的身影消散在了赤红的焰光里，出现于最远处的那个火堆。而死尸似乎终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，不再挣扎，于染上了些许阴绿的火焰里飞快消融，变成了灰烬和油蜡。他比我之前遇上的所有活尸和怨魂都要强，不如阿兹克先生的后裔。要不是我，他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。克莱恩摇了下头，穿过树林，往那片开阔地走去。这个时候，那名黑袍男子早察觉到树林内的变化，毫不犹豫的转身逃跑了。而那7、8个少年男女先是一哄而散，可跑着跑着，发现周围只有自己一人后，又胆怯的停住，返回原地，聚拢在一起。刚经历了死尸被唤醒、啃咬血肉事件的他们，实在不敢一个人于深沉的夜色里奔逃，这会让他们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。他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竟没谁敢搀扶脖子和肩膀位置血肉模糊的那名少年，
害怕对方随时会变成活尸。让人心跳如同打鼓的短暂沉默中，他们愕然看见树林内走来一位穿浮夸衣物、涂红黄白油彩的小丑。这是克莱恩直接制造的幻觉。他环顾一圈，没去追赶黑袍男子，嘶哑着问道：“刚才主持仪式的是谁？”“谁？”少年男女们仿佛还没回过神来，隔了好几秒才推出一位瑟瑟发抖的大男孩回答：“他是我们的古弗萨克语老师考普斯蒂瑞德。他自称对死亡有很深的研究，要带领我们寻找永生的奥秘。原来是学校里的老师。永生的奥秘，真是吹牛不用交税啊！从刚才的表现看，这家伙不会是通灵者，顶多掘墓人，甚至可能只有序列9，只是收尸人。当然，他也许不是死神途径的，仅仅因为崇拜而加入灵教团。”克莱恩问清楚考普斯蒂住在哪里后，想了想道：“你们回去吧，不要再参与这种事情了，不要泄露出去，否则你们全都会死。”接着他又强调了一遍：“全都会死。”已被刚才的事情吓破胆子的少年男女们疯狂点头，彼此依靠着准备离开。这时，一位头发顺滑披下的少女指着地上痛苦呻吟的同伴道：“他没事吧？暂时死不了，但必须带去看医生，就说是被常吃腐肉的猎狗咬的。”克莱恩不再理睬他们，往树林内返回。少年男女互相对视了一眼，有人脱口问道：“请问，您该怎么称呼？”克莱恩笑了笑，故意误导对方的低沉回答道：“我只是地狱的一个看门人。”他说话的同时，有雾气忽地弥漫开来，身影随之消失在了原地。当然，这都是幻觉。地狱的看门人，少年男女低声重复着这个单词，一时各怀心思。但是，一阵进入骨髓般的冷风吹过之后，他们再次瑟瑟发抖，搀扶起同伴，头也不敢回的离开了这里。这就是灵教团的成员，真是让人失望啊！如果他没有舍弃现在的身份，我有空就半夜去拜访他一下，看他知道些什么事情。得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不敢再祸患学生。灵武和复活仪式是能乱玩的吗？克莱恩习惯性的以职业者的思维做出评判。很快，他回到了洛哥卡罗曼那栋豪宅外，耐心等待起安保人员移动。刚找到机会，他立刻翻过围栏，沿着阴影快速靠近房屋，悄然爬上了阳台。这个时候，伪装成他的假人还在抽烟。啪！克莱恩轻打了个响指，他眼前的人影立刻变成了薄薄的一张纸，并飘到了他的掌心。这张纸和之前相比，布满了锈红色的痕迹，已是没法再用。克莱恩不敢乱扔，折叠收好，塞入了衣兜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悠闲地踏足走廊，回到亚特鲁的卧室内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斯图亚特嗓音微颤地问道。他刚才去门口打探过，发现夏洛克·莫里亚蒂吸了一根又一根的烟，但职责所在，他没敢离开卧室。克莱恩笑笑道：“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，你也可以去，我不介意的。”斯图亚特正要答应，忽然想到，这样一来，阳台上将只有他一个人，周围是深沉的夜色，是不够明亮的光芒，是阴冷的寒风，是总让人想起鬼故事的环境。于是他强行笑道：“没事，我不需要。”克莱恩笑而不语，重新坐了下来，让安乐椅在黑夜里轻而缓的慢慢摇晃。这一摇就摇到了天明，什么事情都未再发生。亚特鲁清醒过来，坐于床上，怔怔出神。克莱恩什么也没说，和卡斯兰娜与他的女助手交换了位置，漫步去客房补眠。他睡得迷迷糊糊之际，听见洛哥卡罗曼又惊又喜的高声喊道：“哦，我的孩子，你好了！风暴在上，我要向教会捐赠300磅。你说他们不会来杀你了？是你误会了。300磅，真奢侈啊！”克莱恩翻了个身，拥住轻软暖和的被子，嘟囔了一句，然后他继续熟睡。中午时分，克莱恩下楼用餐，卡斯兰娜坐到他的对面，微皱眉头的问道：“昨晚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”“没有。”克莱恩简洁回答，旋即笑道：“亚特鲁醒来去盥洗室算吧。”旁边的斯图亚特放缓动作，附和着点头。卡斯兰娜的目光扫过他们的脸孔，又收了回来，沉声回答道：“不算。”克莱恩嘴角微勾，熟练的切割起牛排。第89章线索。克莱恩等人用过午餐没多久，请假的那位侦探就返回了格林公园街。这意味着
他接受的委托到此结束。因为亚特鲁的情况出现了明显好转，洛格卡罗曼在结算他的报酬时相当慷慨，于10磅这个基础上溢价了整整 50%。不愧是珠宝商人，出手真是大方。不过相对西区、皇后区的其他人来说，他又算不上那么有钱。格林公园街临近郊区，甚至距离墓园不远，我全力跑动10分钟就能抵达。保镖小姐，不，沙伦小姐，大概率是序列5的强者，收费标准是3天1000磅，而我作为序列7的非凡者，一天仅仅15磅，差距还有点大啊。当然，如果每天都能有这样的任务，我的年收入将超过5400磅，属于中产阶级的顶层。贝克兰德银行的第一经理每年也才5000磅，呵呵，这只是单纯的幻想，对大部分侦探而言，真的是一周不开张，开张吃一周。而我晋升序列6需要的非凡材料加起来绝对不止3000磅，想想就让人头疼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是一笔巨额财富，可以维持一辈子不错生活的巨额财富。好消息是，就算掌握了扮演法，消化序列7的魔药也得6个月到3年。即使我能很快总结出魔术师的规则，也顶多比最低限度提前1-2个月。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攒钱，搜集材料的线索等等。正义小姐好像还欠我。我的卷者5000磅，不过他最近的财政状况不是太好，几个月内很难再拿出这么大笔的金钱。克莱恩拿着那3张5磅面额的钞票，思绪非常发散的离开了西区。返回明斯克街后，他赶紧烧掉用过的纸人，额外又补了2张。等到傍晚，他乘坐蒸汽地铁来到贝克兰德桥区域，按照报纸上提供的数字敲响了聚会房屋的大门。与之前几次一样，他戴好只能遮住上半张脸孔的铁面具，套上戴兜帽的黑色长袍，在侍者的引领下进入了只有一根蜡烛在静静燃烧的起居室。一眼望去，克莱恩发现这次聚会的非凡者比以往少了接近一半。我都是掐着时间来的，其他人这是迟到了。克莱恩这次没去改变自己的走路姿势和习惯动作，挑了角落的位置，缓缓坐下。过了几分钟，智慧之眼老先生清了清喉咙道：开始聚会吧，其他人应该是不会来了。说到这里，他略略解释了2句。因为那件连环杀人案始终没能找到凶手，职业者、代罚者、机械之星和军情9处的大部分非凡者都被派了出来，正在做大规模的排查和搜寻。这种局势下，那些朋友不愿意出门，不愿意参与聚会，是很正常很能理解的事情。坦白的讲，今天来的人比我想象的多。果然，非凡者圈子不是孤立的，同样会受时事的影响。克莱恩环顾一圈，看见胖乎乎的药师并没有缺席，心里顿时放松了不少。药师推了推脸上的铁面具，不抱什么希望的喊了一句：求购精灵之泉的髓质结晶，价格可以商量。唯有克莱恩毫不犹豫的开口道，他担忧别人也找到了这种非凡材料，从而让自己的货物积压。虽然非凡材料稀缺，单独的圈子里很少出现重复的情况，但这种事情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求购精灵之泉的髓质结晶，药师似乎没听到有人在回应，说到一半，他突然愣住，猛地扭头望向克莱恩，眼神炽热的脱口问道：你有？是的。克莱恩有点承受不住对方那火辣辣的目光，他边做肯定的回答，边卷起黑色长袍，取出一个铁质卷烟盒。啪！克莱恩打开卷烟盒，让里面褪色鸡蛋般的精灵之泉髓质结晶展露了出来。你如果不放心，可以让智慧之眼老先生做个鉴定。克莱恩沉声补了一句，这其实没太大必要，因为是不是非凡材料一目了然，而拿到手后有没有被污染也是能很快发现的。不过要是神秘学知识不够丰富，非凡者也很容易将相似的材料混为一体，这种时候就需要鉴定了。药师就像在看一个垂涎许久的美貌女郎般，痴迷的看着克莱恩手中的非凡材料，好几秒后才摇头道：不需要，就是它。克莱恩微勾嘴角，开出了价格，300磅，以及药师配方的线索。药师配方的线索？是你啊？药师愣了一下，终于明白了对面那位是谁，是让他带着镇静剂空跑了一趟的家伙。旋即他痛心到了极点，后悔到了极点的感叹道：你果然是个幸运儿，我当初为什么没选那条幸运之路？毕竟我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。克莱恩自我吐槽了一句。药师长吁短叹了一阵，改变坐姿道：这太贵了，200磅加配方的线索
配方的线索只是附带的，因为我无法确认它的真假，所以300磅，一个便士都不能少。我想别的地方应该也有人需要。克莱恩笑笑道，这个价格其实很公道，换做别人或许会开价400甚至500磅，而你说不定都会接受。我不会那么愚蠢，我还能等待。药师嘟囔了2句道，线索可以让老头智慧之眼老先生鉴定，必须是客观存在的，细节详尽的事物我才能鉴定，单纯的线索不在这个行列。智慧之眼老先生出口提醒了一句，而占卜可以大致判定线索是否有效，在不涉及比本身高2-3个层次的力量的情况下。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，但是他不会在非凡者聚会上暴露本身擅长占卜的事情。好吧，300磅加线索，你赚了。药师吸了口气，摩挲着拿出一叠厚厚的现金，点数出了对应的金额，然后让侍者取来纸笔，埋头书写。刷刷刷，他弄好线索，将纸张胡乱揉成一团，和现金以及另外的几件物品一块递给了侍者。等侍者过来，克莱恩望了一眼，忽然有点呆愣，因为除了现金和线索，还额外有4只玻璃细管，里面装着看似纯净的液体。这是什么？克莱恩疑惑问道。你忘记了吗？你要的镇静剂，我特制的镇静剂，每支10苏勒，4支2磅，所以现金是298磅。药师回答道。如果你对我的镇静剂不放心，可以申请鉴定。我真忘了，我那都是为了取信沙伦小姐，而现在她又不在这里。也好，常备镇静剂说不定可以应对某些意外情况。克莱恩不再开口，抖出精灵之泉的水质结晶，接过那些事物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点数起现金，并就着微弱的烛光辨别真伪。一共298磅。对的，见钱夹已经放不下更多的现金，克莱恩只好卷起那些钞票，将它们塞入衣兜。收起镇静剂后，他展开纸条，瞄了眼线索：大桥南区，月季花街，丰收教堂，找乌特拉夫斯基主教。只要你能帮他完成一个任务，就有可能得到药师配方。丰收教堂，这是大地母神教会在王国不多的教堂，而这个教会掌握着耕种者和药师2条非凡途径。线索很吻合。克莱恩若有所思地重新折好了纸条。聚会往下推进，那位背后有工匠的女性非凡者不知是没有来参加，还是为拿到新的超凡武器，始终未曾发生，让克莱恩的期待落了个空。他现在有509磅现金，可以想一想装备了。很多交易流产之后，有位坐在高脚凳上的男子低沉开口道：我有个朋友很不幸的在这次的大排查里被发现，被带法者关入了某座风暴教堂的地底。我想请几位帮手共同营救他。智慧之眼老先生当即回应道：野狗，放弃这个打算。一座风暴教堂的带法者和封印物，足以毁灭我们这里所有人。你朋友的结局已经注定，你不要让自己陷入同样的绝境。野狗环顾一圈，发现无人回应自己，忍不住重重捶了下自己的大腿，低吼道：可是他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他是个优秀的内科医生，他救了很多病人，他从来没有伤害过谁，仅仅因为服食了魔药，成为非凡者就要被关押到永远看不见太阳的地方，甚至做带法者的实验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野狗痛苦绝望的质问回荡在房间内，就连一向管不住嘴巴的药师都保持住了沉默。曾经的官方非凡者克莱恩只能在心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在不公布扮演法的情况下，野生非凡者都属于定时炸弹，但如果普及扮演法，那局势可能更加混乱，更加血腥。毕竟非凡特性不灭并守恒。这压抑的气氛里，聚会进入了尾声，没有其他收获的克莱恩再次开口道：谁有附加了不同超凡效果的手枪子弹，比如净化效果、猎魔效果等等等等。他没具体要求子弹的口径，因为他现在没有枪，完全可以等买到子弹后再配置。一片安静里，同样坐在角落的一位女性非凡者低沉回应道：我可以帮你问一问，下次聚会给你答案似乎就是那位背后有工匠的女士。克莱恩吐了口气道：好的。等到聚会结束，他并没有直接返回明斯克街，而是去了东区，换了身行头，前往北区和希尔斯顿区交界的地方。那是考普斯蒂瑞德这个疑似灵教团成员的人租住的地方。第90章菜鸟。北区阿尔卡街，考普斯蒂瑞德正坐在起居室内的安乐椅上怔怔出神，侧前方是燃烧着木炭的壁炉。作为工学的资深教员，
他每周薪水在4磅以上，这足以让单身的他过得相当不错。但是他在家中穿的衣物却缝有不少补丁，桌上的茶杯亦非常简朴。在不摘去假发的情况下，考普斯蒂最引人瞩目的是高耸的颧骨和比较轻微的鸡胸，这是一种胸骨往前隆起的畸形状态。他膝盖上摊放着一本古弗萨克语写的诗歌集，可许久都未曾翻动一页。考普斯蒂目光没有焦距的呆愣着，忽然听见耳畔有人轻笑了一声。我很疑惑，你竟然没有逃走，还留在家里，你难道不害怕警察上门吗？这声音低沉嘶哑，就像正在变声期的男孩。考普斯蒂浑身颤抖了一下，险些就从安乐椅上跳起。他猛然侧头望去，只见几步外的沙发位置，不知什么时候已坐了一道身影。那身影穿着夏天的亚麻衬衣和轻薄长裤，脸庞朦朦胧胧，让人看不清楚。你是谁？你来做什么？考普斯蒂紧握扶手，连声问道。使用了幻觉能力的克莱恩往后一靠，交握双手，悠闲的开口道：昨晚，应该是今天凌晨，我刚救了你们，救了我们。考普斯蒂见对方似乎没太大恶意，稍微放松了一点。你是树林内那个人，你解决掉了我们唤醒的那具死尸。说话间，他颇为局促的动了动，表现出明显的畏惧。他能在我清醒却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潜入，我肯定反抗不了。考普斯蒂心里飞快闪过了类似的想法。你们足够的幸运，我刚好路过，否则那里会有一地的尸体。被撕咬成碎片的尸体，克莱恩笑笑道。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，我很好奇，你竟然还敢留在家里，你清楚你犯下了什么罪行吗？他从考普斯蒂举行复活仪式前后的表现确认对方就是一只菜鸟，不可能拥有隐藏本身真实情绪颜色的技巧，所以打算只以询问加灵师的方法弄清楚原委，顶多最后用占卜核实一下。我知道，私自购买尸体，盗掘别人坟墓，这都是能让我进监狱10年以上的罪行，而且我肯定还会受到教会的惩处。外表年龄不到30的考普斯蒂吸了口气，苦涩笑道，不过只要没弄出太大的问题，那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不会去告发我，因为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，即使立功减刑，自首减刑，最终也会进监牢一段时间。考普斯蒂自嘲一笑，已经有孩子将我的身份告诉家长，他们找黑帮来警告我，让我在1周内辞职，远离学校。我答应了。克莱恩轻轻点了下头。换个环境是好事，当然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。蛊惑无知的孩子犯罪是极大的恶行，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我其实没想到会那么危险，我只是看他们和我有同样的爱好，才想着教导他们，带领他们寻找永生的奥秘。至于挖坟这件事情，很久以前许多医生也做过。考普斯蒂颇为后怕的叹息道，他的情绪颜色符合他现在的状态，听起来他不像是灵教团的成员啊。克莱恩想了想，直截了当的问道，你是从哪里学会灵舞的？灵舞啊，我一般称呼它为死亡舞蹈。考普斯蒂先是一愣，旋即明悟，这是一位老先生教我的。一位老先生？克莱恩追问道。考普斯蒂因回忆而恍惚了一下，他是一位流浪汉，因为严重的疾病晕倒在了我家门口。我当时不知道他在生病，以为只是单纯的晕倒，就把他扶回了家，给他热毛巾，给他涂抹药油。他苏醒之后让我不要送他去医院或者诊所，并提到了死亡不是终点。我经历了父母和好几位亲属的死亡，对类似的事情很感兴趣，所以和他聊了起来，发现他在这方面拥有渊博的知识和让人赞叹的哲学。他对我的好奇似乎也很满意，最后甚至表演了打死一只蚊子，又将他唤醒的奇迹。这开头，我上辈子看过至少10本类似的小说，都是好心捡个快挂掉的老爷爷回家，然后得到奇遇。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道，所以你将他留在了家里？考普斯蒂郑重点头道，是的，如果不是时间不够，我甚至想成为他的学生。那几天内，他教了我死亡舞蹈，教了我许多知识，可惜这时光太短暂了，我刚进入状态，他就死亡了，只留下一枚铜哨。话音未落，考普斯蒂就掏出了一个做工精致不显古旧的铜哨，就是这枚，我也有一枚，大概是先祖级的。克莱恩吐槽了一句，若有所思的问道，这是多久前的事情？他长什么样子？你把他埋在了哪里？半年前，他最明显的特征是斑白的头发加侧脸的红斑，他让我把他埋在后面的花园里。考普斯蒂计算了下日期道，不是阿兹克先生，
但大概率是灵教团的成员，序列也许不低。克莱恩转而问道：除了灵武，你就学会了那个复活仪式？那个仪式我刚学了一半，只能根据零散的知识和查到的民俗传说逐步完善，一次次改进。考普四弟非常老实的回答道：根据民俗传说来完善？哦，那只可怜的黑猫，愿女神庇佑你。克莱恩忍住了在胸口画绯红之月的冲动。除此之外呢？他追问了一句。还有这枚铜哨，我觉得它是沟通感官之外世界的关键。考普四弟抬手吹了一下，感慨道：每次我吹完，都能感觉周围变得阴冷，感觉有人在注视我，感觉有谁在拉扯我。他说话的同时，开着灵视的克莱恩眼中，地面有水波般的花纹荡开，阴冷的气息随之弥漫，炉火和灯光也暗淡了一些。紧接着，那里冒出了一个长了3只死鱼眼的头骨，头骨的周围有一条条黑色的节肢状的触手凌乱缠绕，一只触手伸了出去，时而触碰考普斯蒂的腿部，时而拉扯他的衣物，显得颇为急躁。但是考普斯蒂却完全没做回应，似乎根本没有察觉。这是信使吧？铜哨都是召唤对应信使的，你把他召唤出来，又不给他信是什么意思？克莱恩看得有点呆愣。这时考普斯蒂很兴奋地望向他，感觉到了吗？周围变得阴冷了，煤气灯也变暗了。真的，有人在注视我，在拉扯我。长相惊悚的信使努力地触碰着考普斯蒂，一遍又一遍，但最终还是没有收到信，无奈地钻回了地底。克莱恩嘴角略微抽搐地看着，于心里默默自语道：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他不是菜，他是菜的抠脚，他根本不是非凡者。我之前还以为他是神秘学刚入门的那种，现在看来，他连门在哪里都还没找到。死神途径序列9的收尸人都可以直接看见鬼魂和灵体，结合考普斯蒂在仪式后用铜哨命令活尸的表现，克莱恩完全相信他没有撒谎，不由无声叹了口气。旋即他想到了一个问题，如果写张纸条给刚才那个信使，他会送到哪里去？真正的灵教团成员，资深的成员。按捺住这个想法，克莱恩颔首道：确实变得阴冷了。回应完毕，他迅速岔开了话题，从那位老先生死亡到现在，你有感觉过异常吗？之前没有，但最近2周，我偶尔会觉得周围某个人像尸体，可以唤醒的那种。考普斯蒂半是害怕半是疑惑的问道：这是幻觉吗？与亚特鲁的说法吻合，他没有撒谎。克莱恩瞄了眼考普斯蒂的气场颜色，真心提醒道：我建议你在之后2个月内，每周最少去3次教堂，参与弥撒，聆听祷告。如果不想这么做，你可以先给自己预定一个墓穴，好吧？考普斯蒂略感失望的回应，他还以为那是自己有所进步的表现。克莱恩考虑了一下，用吩咐的口吻道：带我去看那位老先生的尸体啊。好吧。考普斯蒂本想拒绝，但瞬间就认清了现实。他拿上工具，领着克莱恩从厨房的后门出去，进入草木枯败的花园，停在了一株歪斜的树木前方。克莱恩站在旁边，看着考普斯蒂熟练地挖开泥土，一点点露出下面的石板。弄好上层，考普斯蒂借助工具用力撬开了石板，噗！石板压在了刚才挖出的泥土上，不算幽深的墓穴洒入了隐约穿透云层的绯红月华。考普斯蒂下意识凝眸望去，突然惨叫一声，倒退了几步，跌坐在地。墓穴之中没有腐烂的尸体，也没有白骨，底层凌乱地铺着一片片白色羽毛，染着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。